80年一直发生事情，从82年的艺术学院的发生，到83年的北美馆的发生，然后到了88还几年的审美馆嘛，70年进入80年那个氛围，公共空间，对它其实是非常缺乏的。那缺乏就相对于当它开始发生，它会出现一种兴奋。60年代台湾有画会的年代，所以觉得组织画会是大家联络感情，大家又喜欢，因为没有老师，所以我们就自己要来讨论艺术，来创造。1984年就有资料上有出现了叫新绘画一点艺术联盟的成立，那总共有30多个人成立嘛。新绘画艺术联盟是文化跟师大，然后而且是师大是代表的是年长的，而且画画会，如果我们了解的话，它是当时应该是属于60年代的师大的这种特异分子，它不在当时的师大的主流系统里面，所以他们作为一种某种改革，但是又被某种挤压吧。到了80年初，居然主动的跟那种小伙子们合作，大家一起来搞一个运动吧。到了80年代，社会力的一个释放，开始在寻找我是谁。我觉得80年代有一个口号，也许是广告词，斯蒂麦的广告词叫"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"。对威权的叛逆，然后就寻找新的可能性。那我从我的角度，我觉得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东西，就是运动。80年我们可以接收，整个哪里都在发生，而且台北就是作为台湾的这件事也开始在拆解，所以对当时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现象，只要有新的东西，我都有兴趣。那整体艺术这件事也是在这个基础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心其实是蛮开拓的，觉得整个氛围就是朝这样在发展。所以然后当然又因为当时我很欣赏的那种黄海明，我是那种常常会跟他邀稿的刘敬敏他们跟侯俊明还有林秀伟嘛，他们很认真，开完座谈，然后我们编辑都会逐字稿写，润饰了之后提给他们，然后他们不满意，他们那一天谈的不够，他们自己再开一次座谈会，再针对他们觉得不够的地方，然后他们自己再去整理给我。对，所以其实很努力。回到说台湾它是一个岛的这件事啦，海洋文化照理讲应该就是冒险啦，乐观，对，热情，然后移动性很强，行动力很强，是1949年后，它确实让这个岛屿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性格，也因为这一层关系，然后它压力比较重。80年代只不过是把那一层压在上面的那一层包袱，还是说压力解除，它只是恢复比较接近原本台湾作为一个岛屿，作为一个海洋文化的一块，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。